刚从巴耶利克空军基地那边热闹看完了，但这心情比张仪机场的引擎声还要亢奋。点一杯黑咖啡，咱们坐下来聊点军事圈最劲爆的消息。最近美伊战争的瓜让大家吃到了饱，虽说 F-22进驻以色列后的具体行动咱们不得而知，但绝对是让伊朗面临了庞大空中武力包围。而现在 F-22退役的消息又开始被提及，这可是 F-22啊，咱们这代军事迷心中的神，美军怎么就打算让他逐步退役了呢？是 F-22的50刀生锈了，还是印太海域上那些新玩家太飘了？Actually， 这场提早到来的葬礼，剧本早在20年前就写好了。而如果要给现代战机立个碑，那 F-22绝对占着那个最显眼、最烫金的位置。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第5代战斗机，也是后世所有5代机的教科书。在上世纪80年代，当苏联的苏27刚让北约感到压力时，洛克希德马丁就在实验室里搞降维打击了。所以猛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，它的 KPI 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在敌人还没发现自己时，把对方从地球上抹掉。我们熟知的 4S 指标、逆踪、超音速巡航、超机动性和超强战场觉知，就是因 F-22而走向的神坛。特别是那个雷达截面积小到什么程度？简单来说，在对方雷达眼里，这架重达20多吨的钢铁巨兽可能只是一只路过的蜻蜓。这哪里是战斗机，这简直就是战场上的哈利波特隐身斗篷。再加上那2台推力高达35000磅的普惠 F-19 PW100 引擎，让它不需要开加力就能超音速巡航。这意味着它能以极速突防，而不用担心引擎红外特征过热被红外导弹锁定。但是这么牛掰的战机为什么一共只造了187架？这就得聊聊它的凡尔赛悲剧了。 F-22太孤独了，它是冷战巅峰期设计的，假想敌是铺天盖地的苏联苏27和米格29机群。结果呢， F-22服役时，老对手苏联突然原地解散了，满大街都是拿着 AK-47的伞兵游泳。你让一架造价3.5亿美金、每小时飞行成本高得吓人的顶级空优战机去炸山洞，这简直就是开着劳斯莱斯去跑 Bradford， 连奥巴马看了账单都要直摇头。于是2009年，美国国会一拍大腿停产。这个决定让 F-22从此成了绝版货，也让它在维护上成了噩梦。因为机队规模太小，零件生产没有规模效应，修个东西可能都要等上半年的排期。再加上它那娇贵的逆踪涂层，每次飞行回来都要像在 SPA 中心一样，在恒温机库里被地勤小心翼翼地擦拭。这种独一份的骄傲也成了他今天被边缘化的伏笔。但是如果你以为这就是 F-22落幕的全部原因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真正让这位王者感到窒息的是那片广袤无垠、挑战距离极限的太平洋。那么在这片蔚蓝的海域上，这位刺客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对手呢？大家可以先把 Google Map 打开，看看从关岛到台海，或者从关岛到南海有多远。几千公里的海面对于任何战机来说都是一场关于体力和耐力的噩梦。 F-22在世纪之初，它的战场想定是在欧洲大陆，那边到处都是机场，油不够了降落加一下，飞一会儿就到柏林或巴黎了。但在印太战区，距离是按1000公里起跳的， F-22的机内燃油航程成了它的最大的痛脚。为了极致的逆踪，它不能随便挂副油箱，挂了的话，它就从隐身幽灵变成了雷达上的大灯泡。但不挂副油箱，它的作战半径就显得有些尴尬，在广阔的岛链之间跑不长远。哪怕它是世界上空中加油能力最强的战机，但在高强度对抗中，加油机本身就是个大靶子，所以腿短成了 F-22过不去的坎儿。除了腿短外，更致命的是它那封闭的子数据链接的问题。F-22诞生在上世纪90年代，它的机载计算机架构在当时是外星科技，但现在看简直像第一代 iPhone。它的机间协同数据链接非常自闭，只能在 F-22编队内悄悄话，它无法直接把战场情势分享给 F-35、F-16或者 E-3预警机，这就尴尬了。F-22看到敌人了，也准备动手了，但他没法把位置发给队友。在现代联合全域作战的体系下，这种孤岛效应是非常致命的。虽然美军搞了什么1号网关打补丁，但这就像是给旧电脑接了一堆转接头，效率太低。所以美军提出的4+1计划，核心逻辑就是，与其在老古董上打补丁，不如把钱省下来练新号。这个新号就是 NGAD 6代机，它要求的是更大的载弹量、更远的航程，
以及最重要的开放式的体系能力。不过讲到这里，肯定有人要问了，那现在的歼20是不是已经超越 F-22 了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简单聊两句。虽然现在歼20换了涡扇15，推力上来了，航电甚至有后发优势，但 F-22 最恐怖的地方并不在于它那几块显示屏，而是在于它已经跟美军磨合了20年的空优哲学。这种代差和经验积累，不是光靠换个引擎就能瞬间填平的。不信，咱们来看看 F-22 在退役前是如何在实战边缘展示什么叫实力至上的。而那次让伊朗飞行员怀疑人生的拦截事件，到底隐藏了多少恐怖的技术细节？现在的 F-22 正在换装一种叫做 Tashi RST 的传感器，这种分布式嵌入式的红外线防御系统，让 F-22 在完全不开雷达的情况下，也能通过热源发现远处的敌机。这就意味着它能在保持完全电磁静默的状态下，完成先发现、先锁定、先击落。而且洛克希德马丁还在为它研发那种外形极具未来感的逆宗幅油箱，这种油箱反射面积极小，速力极低，完美解决了短腿和逆宗不能兼得的矛盾。这说明美军很清楚，在 NGAD 正式服役前的这10年真空期， F-22 依然是镇压印太的终极杀器。而说到实战，我一定要提那个著名的你们真该回家了案例。2013年，在波斯湾，2架伊朗的 F-4战机正气势汹汹地追逐美军无人机，伊朗飞行员觉得手拿把攥，结果无线电里突然冒出一个冷静到让人发毛的声音：你们真的该回家了。伊朗飞行员左右一看没人，低头一看，冷汗瞬间湿透飞行服。一架 F-22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无声息地贴在了他们的机腹下方，美军飞行员甚至还在闲情雅致观察伊朗飞机的挂载情况，然后才慢悠悠地拉升到他们的左翼。从头到尾，伊朗的雷达、地面控制台、飞行员的肉眼完全没察觉到死神就在身下。这种我能随便杀你，但我只是在戏耍你的阶级压制，目前全世界只有 F-22 能给。所以现在的 F-22 就像是一个虽然即将退休，但武功依然深不可测的老宗师。他退役不是因为打不过谁，而是因为他要给更科幻的系统簇让路。未来的 NGAD 将不再是一架战机在战斗，而是一个人带着一群无人僚机在屠杀。这种从单一平台到体系簇的跨越，才是美军真正的野心。F-22 的退役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的断舍离，它完成了5代机的定义，现在它要把火种交给下一代，去定义什么叫6代机。F-22 的故事其实就是一部美国空军不断自我进化、追求绝对霸权的缩影。哪怕它最后的一架也进了博物馆，它留在天空中的那个 4S 标杆依然会让对手追逐很多年。你们觉得在 F-22 彻底谢幕前，世界上还会出现真正能与之单挑并获胜的对手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最硬核的观点，咱们在留言里继续抠背时间，占个痛快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